欢迎来到小小炊烟，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创意的无忧煎蛋做法。之后我还会做更多的创意料理。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啦。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碗，这对于接下来打发蛋白霜非常关键。鸡蛋磕开之后，把蛋黄在2个蛋壳之间来回倒，注意过程一定要轻，否则蛋壳锋利的地方有可能会把蛋黄划破。把蛋黄放到一个小碟子里面备用。现在来打发蛋清，在蛋清中加入1茶匙的糖和1/2茶匙的柠檬汁，有助于蛋清打发。蛋白打发除了糖和柠檬汁，最重要的就是温度。我这个鸡蛋是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，如果是天气特别热的话，还可以在下面放1碗冰块帮助打发。很快就会出现这样大的气泡，蛋清还是透明色的，也就是鱼眼泡阶段。接下来气泡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密，蛋清的透明色逐渐消失，变成纯白色，但是还保持一定的流动性，并且打蛋器划过的地方不会出现明显纹路，这就是湿性发泡阶段。如果这个时候把打蛋器提起来，会看到一个弯钩，然后很快就会发现蛋白上出现明显纹路，并且把打蛋器提起来的时候，蛋白的尖端不会变弯，也就是干性发泡了。因为做到了前面几个打发蛋白的关键点，我将这个蛋清打发到干性发泡只用了47秒。如果这个时候把碗倒过来，会发现蛋白不会掉下来。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煎蛋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，这样蛋白就打发好了。取一张锡纸，宽度大约跟空气炸锅底部相同，空气炸锅390华氏度提前预热5分钟。空气炸锅是可以像烤箱一样提前预热的，它在很多功能上也可以代替烤箱，而且更加简单方便。用锡纸和提前预热都是为了使得鸡蛋上下受热均匀，不会造成上面糊了，下面还没有熟的状态。将蛋白霜铺到锡纸上，用勺子整理出形状。蛋白质在130摄氏度会发生梅纳反应，也就是我们平时吃烤肉时候出现的焦黄色和焦香味。但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煎蛋并不需要焦黄色和焦香味，所以一会烘焙鸡蛋的时候，温度要保持在130摄氏度之下。蛋白霜中间要留出一个凹陷的地方，放上蛋黄。把整理好的蛋白蛋黄小心翼翼地放到预热好的空气炸锅里，我在这里设置了210华氏度1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把做好的煎蛋取出来，因为我之前是已经放过糖的，蛋白本身有淡淡的甜味，可以直接吃。当然你也可以再加一些糖，或者如果喜欢咸口的，也可以用盐和胡椒来调味。一勺舀下去，糖心的蛋黄流了出来，周围的蛋白蓬松绵软，味道微甜，像是小时候吃的棉花糖一样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。